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如果時間回到1980年，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局面，海峽兩岸都認為自己代表中國，雙方都擁有軍隊，都有自己的制度，誰也說服不了誰，但誰也無法消滅對方。但與此同時，雙方又都清楚一件事，真打起來，誰都承受不起那個代價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當兩種制度誰也無法消滅誰的時候，人們能否找到戰爭之外的路？今天很多人討論香港回歸，討論的是香港後來怎麼樣了，討論的是一國兩制到底成功還是失敗。但我更想討論另一個問題，為什麼當年的人會想到一國兩制？在我看來，它不僅僅是一套制度設計，更像是一個時代提出的問題。如果彼此都不願意放棄自己的道路，除了戰爭，還有沒有別的辦法？歡迎收看小雪的頻道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百年共和夢期，香港回歸。當兩種制度開始嘗試共存。1979年，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來說，是一個容易被忽略卻非常重要的年份。在這之前，海峽兩岸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軍事對峙、炮擊、喊話、敵意與隔絕，幾乎成為兩岸關係的常態。但進入1970年代末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。中國大陸剛剛開啟改革開放，台灣經濟正在快速成長，雙方都需要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。繼續對峙下去，越來越不符合雙方各自的利益。於是，一個問題被擺到了台面上：如果未來真的要解決兩岸問題，除了武力之外，還有沒有別的方式？同年，全國人大發表《告台灣同胞書》，與過去強調武力解放不同，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，希望以和平方式推動兩岸關係發展。今天回頭看，很多人會把注意力放在後來的結果上，但在當時，這其實代表着一個重要的轉折，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戰爭之外的可能。1980年代初，鄧小平逐步完善了後來被稱為一國兩制的構想，很多人以為它是專門為香港設計的，其實並不是。他最初面對的問題恰恰是台灣，因為當時最大的難題並不是統一本身，而是統一以後怎麼辦？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，台灣實行另一套制度，雙方已經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幾十年。如果未來真的重新走到一起，到底以誰的制度為準？又該如何安排彼此的關係？這些問題遠比要不要統一本身更難回答。於是，一國兩制出現了。簡單來說，它試圖回答一個過去從來沒人認真回答過的問題：當兩種制度無法互相消滅的時候，能不能先嘗試共存？今天的人未必認同這個答案，但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裡，它確實是在尋找戰爭之外的另一條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一國兩制本質上並不是為了分出勝負，而是在嘗試尋找兩種制度和平共存的可能。無論後來結果如何，至少在那個年代，有人認真相信過，制度不同的人也許不一定非要在戰場上分出勝負。1982年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。對於英國來說，這是一個殖民地問題，但對於中國來說，香港卻不僅僅是香港。因為就在幾年前，中國大陸已經開始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：未來如何處理兩岸關係。香港恰好率先走到了歷史路口。香港新界租約將在1997年到期，中英雙方都知道這件事已經無法繼續拖延，於是一個原本為台灣問題準備的構想第一次被擺上談判桌。1984年，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，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中國，而一國兩制也第一次從理論變成現實方案。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，原本為一個問題準備的答案，卻先用在了另一個地方。如果說香港是一國兩制的起點，那麼台灣或許才是它最初的源頭。很多人今天回頭看香港回歸，關注的是香港本身，但在1990年代，還有很多人在關注另一件事：如果香港成功實行一國兩制，那麼未來會不會為兩岸關係提供新的可能？換句話說，香港面對的並不只是自己的未来，它還承擔着一種特殊的歷史角色，像一次現實實驗。人們想知道，两種制度能不能長期共存？不同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放在同一個國家框架之下？戰爭之外，是不是真的存在另一條路？香港回歸表面上是在解決香港問題，本質上卻是在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：
當兩種制度無法輕易說服彼此的時候，人們能不能先學會共存？至於這個問題後來有沒有得到答案，直到今天，爭論依然沒有結束。1997年6月30日，香港下着雨，維多利亞港的夜色顯得格外特別。世界各地媒體陸續進入會場，無數鏡頭等待着零點到來。而在距離香港上千公里外的一座普通小縣城裡，一個學前班的小朋友並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。那個孩子就是後來做這期節目的我。說來有趣，我對香港回歸最深的記憶，並不是新聞畫面，而是我的媽媽那天晚上。他居然熬夜守在電視機前，一直看到深夜。當時的我根本不明白，為什麼大人們會如此認真地看一場電視直播。第二天，學校開始排練慶祝節目，街道上掛起橫幅，縣城裡甚至組織了花車遊行，到處都格外熱鬧。後來我才明白，人們熬夜守着電視，不一定是因為看懂了歷史，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正在見證歷史。而那天晚上，被歷史記住的人很多。在香港會場裡，即將卸任的香港總督彭定康出席了最後的告別儀式。另一邊，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交接典禮。對於他們來說，這是政治；對於無數守在電視機前的人來說，這是歷史。那一夜，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，但很多人相信，兩種制度之間，也許真的存在戰爭之外的道路。回頭看這段歷史，我越來越覺得香港回歸最重要的意義，也許並不只是主權交接，它真正留下的是一道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問題：當两種制度、两種道路、两种認同無法輕易說服彼此的時候，人們究竟應該選擇戰爭，還是尋找共存？1997年的香港曾經給出過一種答案，至於這個答案是否成功，是否還能繼續走下去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。但有一點或許值得記住，戰爭很容易讓人失去未來，而和平至少還能讓人繼續尋找答案。百年共和夢講到這裡，我越來越覺得這個系列真正討論的或許從來不是某一個歷史事件。從辛亥革命到台灣，從香港回歸到兩岸關係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答案。但有一個問題似乎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們：當彼此都無法說服對方的時候，我們還能不能避免戰爭？我沒有答案，但我始終相信，對話總比炮火好，交流總比隔閡好，和平總比戰爭好。百年共和夢先暫時告一段落，未來如果有新的歷史議題、新的社會現象，或者大家希望繼續討論的話題，我們也許還會再次回到這個系列，因為有些問題不是一集視頻就能講完的。我是小雪，我們下期見了。江主席，如果有一天香港成功了，是不是台灣也能成功？歷史從來沒有標準答案，但總要有人先試着去回答。定康先生，你覺得香港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？未來從來不屬於離開的人，而是屬於留下來的人。